其实我觉得500SR 的外观评价有点像榴莲和螺蛳粉啊，就是喜欢的人爱的不行，不喜欢的人受不了一点。但不管怎么说啊，在目前的市场上，辨识度还是非常高的。当然了，也贡献了不少表情包，想要的扣1，我可以发在评论区。我个人觉得啊，黑金比春风狼要更沉稳耐看。至于这个可爱的大灯呢，我做了夜间照明的测试，近光的光型是个梯形，这个是远光，整体的亮度和范围呢还不错。小黄人的牙齿呢没有白长。本人1.77米啊，官方坐高是795，跟450 SR 一样，有785和815的坐垫可以选。这样算下来的话，1.65米到1.85米的应该都能骑。坐垫坐着还行啊，蒙皮也比较有质感，摩擦力也不错。但我骑了1个小时呢，发现坐垫的边缘有点硌大腿根儿。建议1.75米以上的兄弟呢，可以换815的那个试试。整体坐姿还是偏走街，而且手把和上3星是一体的。如果要降手把改装，你就得一起换掉，成本比较高。离合呢比450 SR 略重一点点，但是刹车上泵这块啊，手感真的很奇怪，因为你需要适应它前段那半段明显有阻尼感，但是又没有制动力的这一段空行程。你把这段空行程释放过去之后呢，后边就是它的制动力，这个手感你需要适应。54公里每小时，我不动它的话，它会自己往下掉啊。我现在刹车捏到一半，速度的下降没有变化，跟刚才是一样的。再往下捏一点，哎，制动力就来了。看到没？就往下来那么一点点，它的制动力就来了。但它的制动力还是不错的，配合上这个正新特供的抓地力相当不错的 S3N， 即便它使用的是杭特的卡钳，顶着最重的体重，但100公里刹车测试成绩呢，依然能做到同级别最短。仪表还是春风一贯的风格，中间能实时显示前后胎的胎温和胎压，好评。这样我们能直观的看到轮胎的状态，也能避免冷胎打滑摔车。不过我觉得这个功率扭矩曲线图真的没有必要放在这个寸土寸金的主页面上啊，不光没什么用，显得整个界面太满，还把转速和时速都挤到一边上去了。TC 支持关闭、保守、激进3种模式，也可以用手把按键切换。标配紧急制动灯，高配呢还有快排，给你们看一下快排的实测画面。试下它的快排，现在1档、2档，1升2的时候会比较顿挫，3、4、5、6啊，这都没事儿。5、4、3、2。降档的时候会稍微的顿挫一点，因为它毕竟是个拉线油门，它不能补油。但是呢，它其实也是可以实现升档和降档的啊，但是你需要把转速稍微拉得高一点点啊。钛齿呢24段可调，看造型呢不出意外应该是法斯特代工的，不过有这个原厂支架在，后期你不管是改海珀还是欧林斯都比较方便，而且油总比没油好，对吧？油箱呢15.5升，造型比较竞技，前面有放头盔下巴的凹槽，边缘在压弯时呢也能给手臂提供支撑，而且最让我欣慰的是啊，终于把450上的那种假碳水转印改成了这种不这么显眼，类似锻碳的花纹，明显高级了不少。后座呢比较小，舒适度上呢比450 S3 那种钢板坐垫呢是要好一点的，和800NK 的比较像，整体还是偏硬啊，而且脚会正好贴在排气的防烫盖上。高位双出排气是很帅啊，但防烫做的一般，阴天骑一会儿就已经是那种手贴上去坚持不了2秒的温度了，这一点需要注意。500SR 这个车骑起来有点人格分裂的意思啊，就是它的发动机加上冲压进气能提供84匹的马力，但7000转之前呢是内敛的人格，震动很小，声浪既有4缸的浑厚呢又不显得吵闹，加速温柔平顺，市区代步哪怕用6档骑个450呢也不会脱档，对新手很友好，主打一个松弛感。想加速的时候4档轻轻一拧也能从80到100，但是它7000转之后呢就是狂放的性格，声音像是在嘶吼，脚踏震动会明显变大，整体加速体感呢也更明显。2档极速呢表显130，马力图也能看到7000到8000会有一个动力的小爆发，然后在9000转迎来第2波爆发。所以这台车虽然没有动力模式啊，但在7000转前后动力的感受是完全不一样的。再加上它奇怪的刹车手感呢，普通摩友最好不要一上来就拉高转，适应一段时间再说，安全第一。但它骑起来还是春风的老毛病，那就是在1、2档，尤其是低转的时候开油会闯一下，3档以后就基本没这个问题了。我开的已经很温柔了，你看到啊，车还是会有一个向前窜的这个过程。那么现在升到2档，它向前窜的这个劲儿没有那么突兀了，再升到3档。3档，3档开油的时候就，3档开油的时候明显就好了很多。7000到8000的是它的共振区间，车头会有比较明显的杂音。如果把转速继续拉高，共振的声音会减小，但声浪还是有点嘈杂。给你们放到视频听一下。是不是能明显听到声浪的变化？
这个我跟哲爷讨论了一下，可能是因为发动机用了油压胀紧器的原因，并不是网传的使用的齿形摇臂，因为500S2的发动机没有这个结构。所以如果是跑山这种激进驾驶的话，推荐低档高转，尽量把转速维持在9000转以上，这样震动的噪音会小一点，你出弯开油时的闯动也会好很多。虽然只有500的排量，但因为4缸更大的陀螺效应和160的宽胎，在下倾角的时候速度是不会像450 SR 那样反应那么快的。不过车子很整，在做动作的时候呢很听话，春风在操控上的调教倒是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减震出厂设定是偏向于运动的调教风格，前减震不会一刹车就严重点头，后减震也能顶得住，只要不是非常激进的驾驶呢，这套减震是够用了。但过减速带的时候还是比较颠的，不过它前减震压缩回弹阻尼支持22段可调，后减震20段可调，到时候你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呢进行微调。总的来说，这辆车虽然有一些自己的小问题，但整体上瑕不掩瑜，只要你能接受它的外形呢，它还是一台很不错的车的。OK， 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了，有问题评论区提问，记得点关注。